地狱的恐惧在各种文化中都是存在的。18层地狱是用于惩罚各种鬼怪的阴间场所，环境恐怖阴森，比人间处刑犯人的监狱还要可怕万分。根据鬼魂生前所犯的罪状而接受不同程度的刑罚，有下油锅、刀山火海、抽打折磨等。阎王为地狱之首，属下的18位判官分别主管18层地狱。那么，你知道18层地狱分别是哪18层吗？其中哪层最恐怖呢？第1层，拔舌地狱，凡在世之人，挑拨离间、诽谤害人、油嘴滑舌、巧言相辩、说谎骗人，死后被打入拔舌地狱。小鬼掰开来人的嘴，用铁钳夹住舌头，生生拔下，非一下拔下，而是拉长慢拽。后入剪刀地狱、铁树地狱。第2层，剪刀地狱，在阳间，若妇人的丈夫不幸提前死去，她便守了寡，你若唆使她再嫁，或是为她牵线搭桥，那么你死后就会被打入剪刀地狱，剪断你的10个手指。更不用说她的丈夫还没死。就像水浒中的王婆，潘金莲本无意勾引西门庆，王婆却唆使她讨好西门大官人，并赠予他毒药，毒害武大郎。且不说潘金莲、西门庆下场如何，单讲这王婆子，剪刀地狱够她一枪。第3层，铁树地狱，凡在世时离间骨肉、挑唆父子、兄弟姐妹、夫妻不和之人，死后入铁树地狱。树上接利刃，自来人后被皮下挑入，吊于铁树之上。待此过后，还要入孽镜地狱、蒸笼地狱。第4层，孽镜地狱，如果在阳世犯了罪，即便其不吐真情，或是走通门路，上下打点瞒天过海，就算其逃过了惩罚，还有犯罪在逃之犯人，逃亡一生也终有死那天吧。到地府报道，打入孽镜地狱，照此镜而显现罪状，然后分别打入不同地狱受罪。第5层，蒸笼地狱，有种人平日里家长里短，以讹传讹、陷害、诽谤、辱骂，就是人们常说的长舌妇。这种人死后则被打入蒸笼地狱，投入蒸笼里蒸。不但如此，蒸过以后，冷风吹过，重塑人身，带入拔舌地狱。第6层，同住地狱，故意纵火或为毁灭罪证、报复、放火害命者，死后打入同住地狱。小鬼们扒光你的衣服，让你裸体抱住一根直径1米、高2米的铜柱桶，在桶内燃烧炭火，并不停扇闪鼓风，很快铜柱桶通红。第7层，刀山地狱，对于羊，不喜欢羊没关系，但你不能骂他，杀生者别提杀人，就说你生前杀过牛呀、马呀、猫、狗，因为他们也是生命，也许他们的前生也是人，或许还是你的。因为阴司不同于阳间，那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牛、马、猫、狗以及人都统称为生灵。犯以上2罪之一者，死后被打入刀山地狱，脱光衣物，令其赤身裸体爬上刀山，是其罪过轻重，也许常住刀山之上。第8层，冰山地狱，凡谋害亲夫、与人通奸、恶意堕胎的恶妇，死后打入冰山地狱，令其脱光衣服，裸体上冰山。另外还有赌博成性、不孝敬父母、不仁不义之人，令其裸体上冰山。第9层，油锅地狱，卖淫嫖娼、盗贼抢劫、欺善凌弱、拐骗妇女儿童、诬告诽谤他人、吃动物肉者，谋占他人财产、欺世之人，死后打入油锅地狱，剥光衣服，投入热油锅内翻炸，啪啪直响。依据情节轻重，判诈多变，有时罪孽深重之人，刚从冰山地狱里出来，又被小鬼押送到油锅地狱里暖和暖和。第10层，牛坑地狱，这是一层为牲畜伸冤的地狱，凡在世之人随意虐待牲畜，把你的快乐建立在他们的痛苦上。那么好，死后打入牛坑地狱，投入坑中，无数只牛袭来，牛角顶、牛蹄踩、牛身燃火，触之即焚成灰烬。另据记载，与之相反的还有名为刀船地狱的，位在此18层地狱之列。第11层，石压地狱，若在世之人产下一婴儿，无论是何原因，如婴儿天生呆傻、残疾，或是因重男轻女等原因，将婴儿溺死、抛弃，
这种人死后打入石压地狱。为一方形大石槽，上用绳索吊一与之大小相同的巨石，将人放入池中，用斧砍断绳索。第12层，冲臼地狱。此狱颇为稀奇，就是人在世时，如果你浪费粮食，糟蹋五谷，比如说吃剩的酒席随意倒掉，或是不喜欢吃的东西吃2口就扔掉，死后将打入冲臼地狱，放入臼内冲杀。稀奇的是，如果你吃饭的时候说话，特别是脏话、秽语、骂街、骂人、掐人，死后同样打入冲臼地狱受罪。第13层，血池地狱。凡不尊敬他人、不孝敬父母、不正直、歪门邪道之人，死后将打入血池地狱，投入血池中受苦。第14层，枉死地狱。要知道，作为人身来到这个世界是非常不容易的，是阎王爷给你的机会。如果你不珍惜，去自杀，如割脉死、服毒死、上吊死等人，激怒阎王爷，死后打入枉死牢狱，就再也别想为人了。第15层，折刑地狱。挖坟掘墓之人，死后将打入折刑地狱，处折刑及凌迟。第16层，火山地狱。这一层比较广泛，损公肥私、行贿受贿、偷鸡摸狗、抢劫钱财、放火之人，死后将打入火山地狱，被赶入火山之中，活烧而不死。另外还有犯戒的和尚、道士，也被赶入火山之中。第17层，石磨地狱。糟蹋五谷、贼人小偷、贪官污吏、欺压百姓之人，死后将打入石磨地狱，磨成肉酱，后重塑人身再磨。另外还有吃荤的和尚、道士同样如此。第18层，刀具地狱。偷工减料、欺上瞒下、拐诱妇女儿童、买卖不公之人，死后将打入刀具地狱。把来人衣服脱光，呈大字形捆绑于4根木桩之上，由裆部开始至头部，用锯锯毙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喜欢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